婉婉在桂香姐家很好，虽然偶尔想妈妈，但是呢，按时到医院检查，身体、吃饭、睡觉都很正常。谢谢。你要问什么就问吧。今天不问案情，就当是两个故人聊聊天。有一件事情呢，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什么事？你觉得徐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徐毅这个人，自私、暴躁、多疑、占有欲极强。他骨子里面是个软弱的人，而且没有底线。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徐毅家世好，人长得帅，自己开公司有钱，这么好的条件放在我面前，我为什么不嫁？难道他不是你闺蜜的男朋友吗？难道你是一个为了条件好就可以不择手段、不顾闺蜜之情的人吗？我是啊，事实不是明摆着的吗？趋利避害，人之本能。你不会这么选吗？难道我这样的女人就应该活该被家暴，就不能正当防卫了？我在听你上次给我那盘外国摇滚乐队的歌。我以为你早就扔了。没必要迁怒好东西吧？那我那束花呢？种在院子里了。以后你不要再往我店里送任何东西。你总是爱给我定那些规矩，但是我做不好守规矩的事情。你不是出了名的好学生吗？我被学校开除也是出了名的。那些传闻你不知道吗？别人怎么评判一点关系都没有，重要的是自己内心怎么想。也许我们都不属于这里。小时候我一直想要逃，觉得离开这里就是不一样的世界。为什么不呢？可能是命吧。可是我觉得你不像认命的人。时过境迁，我觉得不晚。我妈妈是知青，
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所以他从小就把钢琴谱画到纸板上，叫我识谱，给我读小说、诗歌，还有野花装饰我的房间。他的柜子里永远都有苹果、橘子皮这类的东西，只要一打开就有很好闻的味道。可是又能怎么样？她还不是嫁给我爸这样的糙人，一辈子都郁郁寡欢。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其实世界都是一样的。你不是喜欢诗歌吗？我送你一首。我们生活在黑暗的天空下，而且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人类存在了。也许是这个原因，才有这么少的诗。我更喜欢另一首。在夏天衰逝之前，请让我们再次照顾园圃，为花们浇水。它们渐已疲惫，即将凋谢。也许就在明天，而与整个世界再度疯狂陷于枪炮声之前，让你和我再为那些美好的事物高兴，为之欣然歌唱。以后我能去你店里找你吗？不太方便。那我以后要怎么才能跟你说说话？见着了就说。哦，我前两天去进货，看见一件毛衣，成色还不错，就当是我的赔礼了。这是你亲手织的吧？都说了是买的。我可没见哪儿卖过这么好看的毛衣。你喜欢就好。哎，桂香姐，东西都收拾好了。你爸把出院手续也都办好了。这半个月你也辛苦了，咱们两家的恩怨就算了了。车来了，走吧。来啦，太好了。洛，你拿着你的包就好了啊。是。来，洛。
徐艺出来了，我亲眼看见的。进了南雅的店，没多久，两个人就一起抱着回家了。这两个也是够奇葩的啊！南雅把他给弄进去蹲了20来天，这一出来，大包小包礼物过去求着他。我要有那么漂亮的老婆，我也去求啊！你就这出息！老板，哎，看一看。来了。看好啊！呀，周老来了。哎，打这个，打这个。你那顿打呀，挨的是真的冤。人家小两口现在小别胜新婚了。你不打球，你摔什么球啊？面子又薄，小小年纪。周洛，你好久没来了。还是这儿亲。来学习，来还书。你有什么想看的书啊？尽管和我说。行，好，多选点。谢谢。周洛哥哥，不许说话，这里是图书馆，危险。周洛哥哥，你看我的画。好玩，不许在里面说话，跳，自己画。你为什么原谅他？这件事跟你无关，周洛。怎么与我无关？我都打到白案了吗？不是说做朋友吗？连关心都不能关心一下？做朋友要尊重别人的隐私界限。你这样下去就是无休无止。这里是图书馆。如果話相識係緣分，咁分手係咪都係注定咁啊？我一直都想拍一個愛情故事，一個簡簡單單嘅愛情故仔。就譬如話，點解呢個女嘅唔係同嗰個男人，而係同呢個男人一齊呢？但可能幾年之後，佢嫁嘅又係另外一個人。對於愛情，似乎永遠都揾唔到一個好清楚嘅定義。人與人之間，一切好似自然又簡單。咁其實係咪真係咁嘅呢？
着相爱的两个人，如果想错过，怎么就那么容易呢？所以啊，要是遇见自己喜欢的人了，一定要很使劲，很使劲。冰冰，我问你个问题，你觉得男人是喜欢成熟的，还是清楚的？年轻的时候喜欢成熟的，但老了肯定喜欢清楚的女人。周末喜欢成熟的。你怎么知道？我一看你就在琢磨他呀。但我觉得周乐这个人吧，不一般。他怎么不一般？你想啊，这要是换了别人，一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这稍微对他好点，他早就化了。哪像周乐，他总是正儿八经的，叫人摸不透。哎，对了，他有没有对你那个过呀？哪个？就是比较亲密的那种。我说不清，就是只有那么一点感觉。哎呀，有一点感觉就够了。你想周乐那个人，他都学习学傻了，他肯定不知道该怎么样更进一步。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推他一把了。我怎么推他一把？哎呀，你傻不傻呀？我跟你说，第一就是眼神，含情脉脉的眼神。含情脉脉。这第二就是要在他最脆弱的时候对他好一点。你怎么知道？我表姐告诉我的呀。然后说明年考完，他就办喜酒。最可气就是那杨小川，
现在跟我一模一样啊，那一出去拽了2、8万啊。何冰冰还没进入那个状况，气死我了！你看，气得我嘴上都长泡了。不。周洛。 老师让我出一版澳门回归的海报，你写字好，你能陪我一起吗？哦，行啊。那，走吧。现在？嗯。周洛，我觉得你跟镇子上的其他人都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从你对南雅的那件事，我就看出了你一点都没有那种旧思想，对女生特别尊重，你从来不会在背后议论别人，而且关键的时候还能挺身而出。我不太想说这件事。你赶紧洗完了回去吧。发茶，看堂的工作奖。发茶，看堂的工作奖。 经理，大家姐，看衣服吗？哦，我有条裙子不太合适，你能帮我改一下吗？嗯，我帮你量个尺寸吧。嗯。把裙子给我吧。南雅姐，以前应该很多人追你吧？ 可能学校的时候有过吧。那，你喜欢的人一定都喜欢你。那也未必。在这个世界上，感情是最微妙的，有很多东西都不可得。好了。我喜欢的人，最近就让我捉摸不透，有时候觉得他很近，有时候又觉得他很远。 总觉得他忽冷忽热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我会尽力，但是我也知道，我可能会面对不可得的痛苦。你上次给我讲的那几道题，我还是不太明白。等会儿到家了，你再给我补补呗。行。我想喝2杯水。我都行。哦，谢谢。南雅姐。哎，心里，你们放学了？再见。再见。关机。慢走。
走吧。哎，你等等我呀，周乐，等等我。给我，给我！这是妈妈说给我的，不给。我妈妈说了，你儿子是个大坏蛋。不是，你们胡说。就是。你们这帮小孩怎么这样？小小年纪怎么嘴巴这么毒呢？你们以后要是再这样说的话，我就去抓住虫子，一个一个塞你们领子里。晚安，没事啊。下次如果他们再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教训他们。妈妈说，等到了新的地方，我们就不会再被欺负了。新的地方？什么新的地方？妈妈要带我去的地方呀。嘘，你要悄悄的，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妈妈说这是一个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那爸爸呢？爸爸绝对不能说。哎呀！你又要干什么，九罗？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我跟你说过，别再来找我。你要走吗？你能不能消停点？王恩都已经告诉我了。我能去哪儿啊？你要不告而别吗？你要拿个喇叭到处广播吗？我什么都不是。你就是个孩子。我不是。你不是就会懂得别人的艰难，就会懂得什么叫无可选择，就会懂得我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带着一个病殃殃的孩子逃走，是出于怎样的下策。打官司离婚有这么难吗？我不能失去婉婉。逃走是最好的办法。就这样一辈子隐姓埋名，离不了婚，偷偷摸摸的过日子吗？将来比现在好太多了。你要去哪？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你？别问了，我不会说的。你知道我心里对你的感觉吗？周洛，你会有很好的前途，你会过轻快自由的生活，走在阳光里。拍打的怎么样了？哎呀，别提了吧，摸排了3天了，哎呀，啥也没有，连个毛都没摸着。你说你是怎么说话呢？你比这个国平早入警队，就这态度啊？国平，不学他，你稳点啊！我很稳。来，师傅，我再给您添点。以后不能叫我师傅了，你现在有正经的师傅了。那不正经的不也是师傅吗？来。反正我是电机厂出来的，我也是您给培养起来，我才当了警察的。哎，所以您一辈子都是我师傅。您知道现在公安局的人跟我们俩叫什么吗？叫什么？保卫科双雄。哎呀，得了吧，这是什么好话呀？啊，不是好话是啥话？这小屁孩，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回去学习去啊！来，把这个干掉。
是国平哥好。你呀，你就这么惯着他吧。我跟两个说呀，这个人啊，得赶快给他抓着。现在宁江市都传疯了，说咱们宁江来了一个割喉的恶魔，整得人心惶惶的啊。这个人吧，虽然选择的地方都是荒郊野外，但是那周围呢都是什么厂矿企业，这样的地方，单独的女工进出的情况就比较多，否则啊，他也摸不着这些受害者。你说咱厂区南边这个废料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没事儿，爸，只要不下雨就没事儿。这跟下不下雨有啥关系？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作案就没有痕迹啊。哎，下这么大雨，你们干什么去？巡个逻嘛，没事啊。我可和国平哥出去抓坏人。你换衣裳干啥呀？我跟你们一起去。你好好学习去，想要当警察，先考上警校啊！警校没考上呢，那能行吗？去，回去。走了，走了吗？咱今天注意点啊！能不能抓着坏人，还得看运气呢。小心点啊！哎，出了事情。哎，注意安全啊！你呀，从那边走，我从这边走，咱俩到里面汇合，好吧？好。那边。
88年到92年系列杀人案，简称88案，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生前遭受性侵，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后部。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从受害者伤口判断，凶手是左撇子，作案手法残忍熟练。92年，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童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睡了多长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中了大奖了。要不你再眯会儿？睡不着了，神经衰弱就这样。那你得多难受啊！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这些都完事了吧？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卫队，后半夜冷，你自己注意点。好。你我先走吧，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那行，你慢慢看。超来了，小班。来了，超。哎，卫队。卫队，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刚才抓了一小子，好像就是正主。东边左手第3排，628、629那一块。0628。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第3起没法并案，0928那块。你蹲下来，右手边，928你看看。为啥呀？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第3起不行，一扇门上6个脚印，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都跟前2起不一样，所以没法并案。哦。就服你。怀中市428强奸杀人案，受害者为中年女性，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但是经过尸检发现，致命伤在颈部，水果刀穿刺而成，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这套也很好，你看这套。这结婚啊，就是要，喜庆，红红火火，顺顺利利的。当然了，还不错不错。我试试，驾照也要拿好的啊。不错吧？小雅，小雅，小雅。刚从香港打的货，全您家，就我家有。哎呦，小雅，你在这儿啊？那个床单被罩多喜庆啊！你喜欢啊？老板是吧？哎，拿上37的。哎，马上给你包啊。挺好看的。
耳朵，没醉啊？二叔真稳。废话，快50了，还是老侦查员，还有谁比我稳？什么时候到？话说就快到了吧？过来到底玩什么呢？枪啊、药啊，还是水货呢？活儿来得及，就在茬儿。等会儿，等会儿。啊，都听好了啊，瞅准了再泼，别惊着群众，别碎了东西。听着没有，唐二说你呢？得了吧，唐二，上次那反正是你。上什么次？上次这次说你呢，你得注意，别大锅饭，别砸谁肥。好嘞。5楼吧，不用找了。几位大哥，玩游戏啊？老板在吗？老板没在。哎，干什么？老板不在，老板不在。左边走，警察！起开！走，走。别的单位啊，都有什么工作手册什么的，你们领导估计也没这文化水平。来，抬头，看这儿，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会儿啊，一人给我抄一份。我告诉你们，脑袋掉了，碗大的扒了。我孟三儿也不是面捏的，今天你们要抓要关，看着办吧，反正我啥都不知道。场子都清完了，喊什么呀？都是你的人，喊给谁听呢？给我听了。我说魏队，您老人家就别折腾我行不行？这半天了，生意都黄了，我也得吃口饭呀。你吃饭那家伙在你肩膀上牢靠吗？不是，孟三儿，你为什么跑？我知道啊，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说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当然知道，
魏无期呀。哦，就是您老人家办的案子都是从无期徒刑起跳。那你要不要琢磨琢磨，再重新说一说呢？我真啥也没干呀。你在这儿跟我说，我能帮你什么？你心里清楚。你现在不是我带你回去说，性质就变了吗？啊？你要不要重新琢磨琢磨怎么说？别给脸不要。是不是广州那事儿？继续。这是我对天老爷发誓啊，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我不去，他们非得让我去，我就跟你几个广州人碰了一杯酒，我啥都没说，跟你没别的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想去，我都能带你去。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啊？知道。提你好使吗？好使啊。链哪儿买的？借我试试呗。这金的。哎呀。哎呦，笑，不带脑子呀！一天到晚给我丢人。你刚才不给把碗打碎了吗？谁也别说谁，你和你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一个样。我交钱了。这帮人挺会挑地儿。这饭店适合抓捕。欢迎光临，请问先生几位？自己不会数啊？山无敌。你好，这边。挺横啊，香吗？前面就是珊瑚天。我行了，妹妹，你先忙你的去吧，不用管了啊。孟先生是哪位啊？我们老板要孟先生一个人进去了，剩下那些兄弟安排隔壁包间喝茶。还是信不过我孟老三的啊！行，喝啥呢？好嘞，大哥。这边请。哎呦，兄弟啊，真家伙呀！哎，你们那边什么价？给我们弄一匹呗。你干嘛？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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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什么呀，魏队？今天这事儿，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宋队，今天跟你这几个小伙子看着眼生啊，下手还挺重。4队来新人了，少给我转移话题。要不是你擅自行动，宁家的买家是谁，背后什么人，我早就一网打尽了。要不是你们抢了先，宁江的卖家还有卖家的上线，我也早都逮了。哎呦，还轮得上你？我早就给控制住了。看，哎，不对，还有一个事儿，这孟老山怎么的？就这么给放了？不放怎么着啊？他提供了警情，我们才迅速出警，人家没有涉嫌犯法，抓他干嘛呀？灰色地带的人，拉他一把，警察的本分。再说了，他是聂宝华的一个小崽子，他有什么祸呀？留着养大鱼多好啊！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记一功啊？哎呀，记不记是你的事儿，我也没意见。我跟你说，你这叫避重就轻，说你违纪违规都是轻的。宋队，您这是要治我的罪喽？我哪敢呀？行，我承认，盐湖这一块啊，你比我熟。以后啊，你们3队再出任务的时候，麻烦跟我们4队汇报一下。我凭什么跟你们4队汇报啊？3队、4队是平级，平级我就不能。哎，你好，是刑警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事给我打传呼，别往单位打。啊？哦。好，好，这就过去。嗯。蚊子。大冬天哪儿来蚊子呀？魏国平，你有毛病啊你！今天广州饭店的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你签的下，结果成了这样。我本来以为是条发财的路，谁知道警察早就盯上了。你觉得是财路，警察觉得是不义之财啊。您不是说过，富贵险中求？话是没错，但你只理解对了一半，因此宁江的买家也就折了一半。哎，我错了。这样吧，空出来的场子你先接下来，这回不会再办砸了吧？您放心，这回要是砸了，您把我脑袋揪下来。好，每个场子交一个整数给我。每个场子，你吃不下的话，我可以找别人帮你消化。行，不勉强吧？不勉强。既然把底下的事儿都交给你了，我也会找人罩着你。谢谢主任。啊，对了，我听虎子说您在电机厂遇上点麻烦，需要这事儿不归你管，你不要碰。恭喜大哥，又得了不少场子。恭喜个屁！你知道我这次要拿出来多少钱吗？聂宝华这个老狐狸，他早就料到了广州人那条线肯定会被警察盯死，那就先利用我扫掉了一大批蠢货，然后再利用这些好处，让我把这几年的家底儿全都掏出来。那咱就这么认了？不认怎么办？
大哥，咱现在是比不上的，但是只要这些厂子还在咱们手里，咱们就有机会壮大势力。到时候谁才是宁江的老大，还不一定呢。聂宝华不让我碰电机厂，老子偏碰。今天这行动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啊，就是得了个信儿，说是有一群广东人要到我们这搞事情。孟老三知道他们住哪儿，我们就过去了。不知道行动之前要汇报吗？不耽误功夫吗？不是我报给谁，不是也得报给您吗？您这么英明，您能不同意吗？所以省了这个手续。再说我们就过去探探风，谁知道探来探去，宋哲那小子出来了，气死了。什么叫那小子？人家进队比你早，好不好？早了不起啊！这当然您了不起，他不行。你对人家尊重点行不行？毛病有你还别说，宋哲这次啊，守着上线得下线。你没过去之前，人家捂住了5拨人，战绩不小的。如果没有你啊，很可能还会扩大战果的。我向他做声教检讨。啊，你说说你们两个啊，提付出的事儿，组织上刚考察完，这都没问题了，你非要闹这么一出，你说现在你怪谁呀？我没怪谁啊，那怪你自己，你怎么办呢？那都是人民公安，都为人民服务，我有啥可怪的？当不当副处长能怎么的？行了行了，你觉悟高。哼，狐狸呀，吃不着葡萄，够不到，他就说葡萄酸了。吃葡萄当你能服？哎，你小子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帮你没事整理整理呀，洗洗涮涮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师傅，谁愿意找我呀？白天不着家，晚上回去该睡觉也睡不着，那找我不就是耽误功夫吗？你有什么功夫可耽误的？我想听听。啊，办88案呢。你呀，我问你，像这样一个强奸、杀人、恶性连环案的人，怎么就会突然4年不出现？难道他是良心发现，心说不干了？会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失去了这个作案的这个能力，甚至死亡？现在想把他挖出来是越来越难了。那该挖也得挖呀。是啊，为了这个案子，你这没白天没黑夜的，把自己还真的折腾够呛。到现在，这得了失眠症了。但是国平，在宁江，也不是这一条案子。那些所有的案子也不都是你的，主次还是要分得清，要想得开，往前看。回头啊，抓紧时间，赶快把88案的材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移交？对。凭什么？命令。谁的命令？我的。那不听。什么？我的案子我凭什么移交给别人？我的命令你不听吗？我的案子我就不能移交？你跟我拧是吧？那好，明天先去水库干啥？锻炼。去就去，又不是没去过。气我呢是吧？啊？来了，佩姐。上面好多钱呢！哎呀，怎么打到我这个妈的水平了？没有啊，就前面一个门。注意点！上山了啊！干嘛？啊，去哪里？干什么？
魏哥您来了。哎，魏哥这边请。又到几盘啊？2盘，香港那边过来的。嗯。而且还是带字幕的那种。嗯。您呀就安心看。哦。然后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来，票钱。然后你再上隔壁老王那儿呢，给我端碗馄饨，多放辣油。好嘞。Whenever you slough off skin cells, for example, you are regenerating cells constantly. The cell that you have has the DNA in it, and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cells, your body makes copies of that DNA. 多氧核糖核酸可以用于辨别凶手身份。 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跑错路了。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那受害人怎么样了？